好，大家休息一会儿吧，我们休息个2分钟啊，休息个2分钟，我们再继续。好了，回来了吗？我们继续啊。像这种运动女孩，你要是想要画出一点她的这个运动感啊，可以把她的这个手上的这种肌肉感也画一画，也是可以的。好，这个裤子，我们虽然看不清它的结构，可以自己处理一下。比如说，如果是按照牛仔裤去处理的话，它这里应该会有一个侧缝。牛仔裤都是这种双车线的，可能会有一个这种边。这个边如果你画卷边的话，它就会比外面宽一点啊。然后这里会有口袋线如果是画那个牛仔裤啊，建议这样去处理它。前面的这个裤口袋啊，这种裤裆啊，这个地方很尴尬，难怪他把图 P 的那么黑。这种尴尬的地方你不想画也可以去跳过它啊。这里面是啥样的呀？这个裤裆，给我整不会了。就是应该是在哪一边啊？好，裤子如果有褶皱啊，是顺着它的大腿的，因为它比较紧嘛，顺着它大腿的方向去画一点褶皱。它这里应该是被遮挡了。这个在前面，应该有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啊。这里可能没有那么长。应该是有这样的关系。
画出他的大腿。大家画膝盖的时候注意啊，画出他这种地方的膝盖的转折。你不一定要把这个线画出来，但是你可以把它的这个意图给它表示出来。到小腿，小腿让它直一点，直着往下踩，这样它的重心才能站得住。然后像这种螺纹的这种袜口，大家画这种螺纹可以画的灵活一点，你不用每一个边都去画它啊，两边画的紧密一点，中间稀疏一点，那样子还能显得它的形状是一个有一个鼓起，有一个弧度。像它这个有很多条褶皱啊，我们没有必要画那么多，画个几条就可以了。这个是鞋子，鞋子我们主要画个鞋带就好了。像这些地方啊，都属于你不需要去花太多的精力去刻画的地方，与其画细节，你不如把形画准。它这里是那种轮胎底，鞋子的其实正面朝向是有点难度的，大家可以多找一些相关的素材去多多练习。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办法展开讲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部分难的话，就自己单独再把它作为一个小的项目去展开练习。网上有很多那种素材哦，什么皮鞋啊、运动鞋啊，男士的、女士的都有。
这里有个鞋舌，鞋帮，蝴蝶结，鞋面，鞋的正面啊，然后呢，鞋的前侧面，它是一个这样倾斜下去的，这是一个大的鞋底嘛，然后这个是鞋的侧面。这里的脚踝可能要细一点。这个鞋一半黑一半白。像这种袜套的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啊，包括裤腿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再卡一点闭塞。好，再把这边的胳膊画了。注意肩膀啊，你看肩膀一定要画出它的肩关节的足够的一个圆的这个球形的这个体量感，不要把肩膀画的太直角太尖了。很多同学肩关节画不好看啊，都是因为你的肩关节画的太小了，它那个球形啊不够明显。我们看它的胳膊肘的结构啊，你看这里因为挤压的关系会鼓出来一点啊，这个地方因为挤压的关系会鼓出来一点，然后凹回去，然后这里呢要斜着过来达到它的最尖点，这上面是直的，这是手的话我这里就省略掉了，如果大家想要画手啊，你们可以在这里找一些好看的手的姿势去替换掉这个拿手机的手。当然，你如果想画拿手机啊，你就直接连脸都省掉了，都可以，都可以的啊。它这里还有字母啊，
啊，注意它字母的走向是一个这样子，是这样的走向啊，它是这样的走向，鼓起来的，顺着它的这个胸的形状，是往这边鼓的。这里画上一些头发。这个手我也不展开了啊，因为画手还是需要时间的，不展开了，大家自己把这个手画完。然后画好之后，像这个只是一个线稿嘛，初步的线稿，你们可以把这个画成那种水彩风格啊。水彩风格很简单，就是差不多平涂一个色，差不多做到我们前2步，铺色啊，完了再稍微给它上一点这种明暗调子就行了，选一个好看的颜色，就没有必要去深入了。这个腿谁看了不想拥有？可以把它的五官再往下一点点，让它成一个更明显的低头的感觉。可以画一点这种刘海啊，让妹妹更潇洒一点。好了，这张图就画到这里啊。当然了，我们的构图没有必要这么的顶天立地，其实，如果是一个 A4 的构图啊，你可以把它，稍微让它头顶让它稍微空旷一点啊，稍微透气一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画了，如果你画了一个全身啊，如果你画了一个全身，其实你在脸上面能够刻画的部分就非常的有限了啊，所以大家就是画这种全身的图和画这种头像是不一样的，侧重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画全身的话，就尽量你把这个肢体
动作啊、形态啊，把它的这些地方给它刻画的再灵动一点。接到了吗 ？OK 了吗？最关键的啊，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之前那些个点啊，所有的关节点都给它找准。好，我们再来一个啊，再画一张。那这张就是我说的非常，就是我说的那种情况，对吧？为什么你的肩膀那么的低，但是你的那个腕关节却可以抬得那么高，手可以摸到脸？那是因为什么？你看，因为他的膝盖把肘顶起来了啊，他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压缩。你看，其实他真正的这个肘关节在这里呢，在他腰这里呢，对吧？他这个短了这么多啊，短了这么多是因为他往前走了。所以大家如果你要画这种关系啊，如果你想画这种肩颈头带手的这个关系，你一定要把这个部分啊给它整明白了，你千万不能画一个这种贴着身体的胳膊肘。你看，你贴着身体的上臂，胳膊肘在这儿，然后给它一个巨长的手，巨长的小臂啊，让它摸到脸啊，这样就是就是犯规了啊，就是不那个什么的，不合法的啊，不正常，不符合逻辑的。好，我就直接在这个画布上面来画了啊。同样的，我们观察，还是先先给他一个头。上一张没画完的同学啊，不用管他，来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个起形给它起了，头的位置先给它画好，这是头的位置啊。然后它是一个，你看它是一个抬头的动作啊，它是一个抬头，并且呢把脖子也伸得很长啊，所以你看它，所以在这种角度之下，它的脖子就会露出来比较多。然后它的肩关，它的那个，你看它的这个锁骨啊，它的两个肩关节的连线，锁骨在这里，然后两个肩关节的连线也是一个倾斜的，我们就这样画啊，倾斜的肩关节的连线。然后这个肩关节画多宽呢？画2个头宽，从这个脖子中间啊，从这个脖子中间找一个，好，大概这么宽。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些情况是这样子，这个妹妹她侧身了，就像我们画的第一个图，对吧？像她这个基本上2个肩关节还是正对我们的，那有很多情况，比如说像这个它是属于侧身，对不对？她身子跟着脸一起侧了，那肯定一边的肩要窄，一边的肩要宽啊，要长短不一样，所以不是所有的肩你都要从脖子中间一边找一个头的宽度啊，你要看看它有没有透视，它的肩膀如果侧身了，它就会变窄啊，就会变小，你要看哪一边离我们近，哪一边离我们远，离我们近的那一边你可以画1个头的宽度，离我们远的那一边你就要小于1个头的宽度了啊。像这个肩膀其实你也可以，你能感觉到这边稍微大一点点，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可以把左边画小一点，是 OK 的啊。好，2个肩在这里啊，我们先直接找点，先不用画球，先找到点。好，然后呢，再来找到它的这个上臂，上臂是1.2个头，对吧？那我们就差不多1个头带一个脖子。那你看它是不是1个头带一个脖子啊？这个头还有头顶呢，还有头顶还有头发的，我们就画这么多啊。头顶的头发带一个脖子在这儿。观察它啊，观察它长度，这个是长度。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角度啊，观察一下这个倾斜的角度。好，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小臂，小臂按理说是一个头长啊，你看按理说是一个头长，我们量一下，它这比一个头长要长一点，为什么？因为它的手往前伸啊，它的这个下半身啊，它的手是往前伸的，身体是往后倒的，所以它是有透视的啊，它是有透视的。那我们也可以给它把这个透视算进去，那就跟它，你看它透视完了以后，跟它的上臂差不多，下臂在这里。好，然后腰啊，腰我们都不用量头了，你看腰正常来说，腰线就在这个胳膊肘的位置，在胳膊肘的位置，因为这个胳膊肘离开身体了，它往前伸了啊，它其实也是短了一点的，它跟这个身体离开了一点，它往前送了，所以呢，这个腰线呢比它的胳膊肘的线要稍微低一点，它胳膊因为算是这个手往前嘛，相对于它的身体来说是抬起来了啊，所以它的腰线在这里。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啊，如果不确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腰到这个下巴是1.5个头长啊，1.5个头长，你也可以这样量一下啊，腰到下巴是不是1.5个头长？好，然后呢，这边是有一个身体的这个背部，好，然后胯跟肩，那胯与肩同宽，它的这个胯啊与肩同宽，至少要有这么宽，对吧？然后胯的高度啊，这个时候从腰线到裆线，大家还记得吗？从腰线到裆线的距离是一个头的长度，我们来量一下啊。很多人这个地方搞不清楚，你看一个头的长度是这么多，然后你看从腰线到裆线是不是刚好也是这么多，对吧？一个头的长度，把它挪下来，从腰到裆，那它的这个裆刚好也在这个腕线啊，在手腕这里，这是它的裆线，裆线在这里。好，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裆的正中，在它的这个脖子，从这个脖子下来连成一条直线，对吧？从脖子下来啊连成一条直线，那大概它的裆的中间在这儿。好，从这儿往外画出一个弧度，就找到了它大腿的这个边缘了啊。啊，它裆是一个这样倾斜下来的沙漏型嘛，沙漏型，因为它的坐姿的原因啊，再加上它的肩膀没有完全的伸展开，你看它是有点点肩膀往前缩起来的，所以它的这个裆是比它的肩还要略宽的啊。我这个宽度不够了，我这个图我把它拉宽一点。我这个重新，因为这个构图被我移动了啊，所以我要把这个图，把我画的这个重新再和它对齐一下。好，这个膝盖啊，膝盖的位置在哪儿呢？你如果按理来说它是伸长的，或者是直接打平的，你就可以量两个头的长度，但它现在明显是往它的斜着往它的正前方啊，往它的斜前方，等于是往它的斜前方延伸的，所以它这个长度你已经没有办法用你的人体学知识来衡量了啊，你就要知道它是肯定是短于两个头长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以量啊，你可以量这一段的距离，那你可以量这个口，量这个转折点到膝盖的距离，也可以量这个裆啊，这个短裤这个裆缝的这个点，然后到这个的距离，两个距离同时量一下来确定一下。那比如说从裆到膝盖的点，
我感觉啊，你看，从裆到膝盖差不多是一个肩宽，一个肩膀的宽度啊。然后从这个转折点到膝盖呢，差不多是，我感觉有1.5个头宽。所以我们直接把肩膀的宽度从裆的这个点挪到这来，从这一点啊量到这边是一个肩膀的宽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长度是不是1.5个头宽，差不多。啊，这个长度是1.5个头宽。好，这是他的膝盖，然后这边平着，画过来就是他的小腿了。小腿的长度啊，他的小腿的长度倒是跟我们的画面是水平的，所以小腿的长度理论上来讲呢，应该也是2个头长。啊，这个时候你看它没有发生一个透视，所以它的长度上面不会产生太大的变化。唯一有变化的是它这个小腿的位置啊，跟它的身体不在一个平面，它往前一点，小腿要靠前，所以小腿按理来说它应该是略略长于2个头长的。所以我们来量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你看1个头长在这里，2个头长刚好啊，刚好2个头长。每个人的这个身体比例是有点差别的啊，有的人个子高一点矮一点啊，然后那个什么一点腿长一点短一点都会不一样啊。在这里，你看这是他的小腿的长度啊，我们这样量只是为了证明我们的，只是为了验证一下它是不是合理啊。实际上它这个点很好记，你看它很好看，看得清楚，它就在这一块。然后他这个手是反手，是不是反手摸脚踝？是一个反手摸脚踝的动作啊。然后这个地方是平的，这个地方是平的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把它补齐的话，一会儿我教大家补齐啊，根据我们的人体学的一些知识把它补齐，前面的这个脚也是可以给它补齐的。好，现在我们来解决这个腿长的问题，这个腿长的问题。那从这个腿，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位置啊，它的这个膝盖的位置在它的上臂的中点线这里。上臂的中点线在他的膝盖的是他的膝盖的顶点。好，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说法啊？你把你的腿支起来，把你的大腿支起来，支棱起来啊，贴着你的身体，然后观察你的膝盖的这个顶部啊和你的身体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是长腿，他们说长腿星人啊，长腿星人这个点啊，可以顶到这个锁骨。啊，超过锁骨你就是大长腿。如果在胸部啊，如果在胸部以上，你就是正常；如果在胸部以下，你就是短腿，就是小短腿啊。所以大家，你看人和人的差距可以这么的大啊，人和人的差距可以这么大，所以你这边其实腿画长一点、画短一点，都是还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腿的横向啊，横向在这个啊高度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它的横向定点定到哪里呢？我们就看一下它最高的这个顶点，啊，最高的这个顶点是不是和我们脸的侧面在一条线上，是吧？和脸的侧面在一条线上，所以这个膝盖的高点在这里，最高的点在这儿。好，我们就可以把这条线连出来了。这条线在裆这里嘛，裆这里有个宽度，就可以连出来了啊。然后大腿，大腿这个地方是一个稍微直一点的，往里一点点收的。大腿的形状应该是一个这样的形状。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小腿的形状，小腿的形状比大腿要更细一点。收进来一点啊。好，这里是小腿的脚踝。好，这边穿插过来的呢，穿插过来的是这个的脚掌啊。
那人的脚掌也有大有小，对吧？人的脚掌也有大有小，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脚后跟啊，把脚后跟对准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那个胳膊肘啊，肘关节，然后看一下你的脚的前脚尖啊有没有超过你的腕线啊。大部分人的脚的长度跟小臂的长度啊差不多，比小臂略短一点点。大部分的脚板的长度和小臂的长度是接近的，也就差不多也是一个脸长一个头长这样一个脸长吧。好，所以我们量一下啊，那我们就量一下这个，差不多啊，就是从这个手这里另外前面这只脚这里伸出来的长度，差不多是一个小臂的长度，伸出来到这。然后它的生理弯曲啊，足弓的生理弯曲，脚背。好，先这么画着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肩宽，然后其实这个肩宽你看和它的膝盖啊差不多在一个线上，所以我这个膝盖，我这个肩可以稍微再画宽一点，这个膝盖可以往里走一点点。他们俩是这样的关系啊。好，肩在这里，往下压啊。你看这边是一个这样的小三角，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小三角，这是腹型，这是一个腹型，把这个小三角观察出来。然后它的这个胳膊肘呢，你看也是啊，在上臂的中线这边，上臂的中线下来一点点，是它的这个胳膊肘。它的手腕在下巴这里，我们可以量一下这两个啊，量一下这个左手和右手的两个小臂是不是差不多长？因为它也有一点，你看从伸出去再撤回到，对吧？再撤回到脸的位置，它其实这个手臂也是被压缩的啊，上臂也是被缩短了的，它们俩都被缩短了，所以这边啊这个长度要短于下面的这个长度。然后看一下它倾斜的角度，好，研究一下啊，看一下它的这个手的上臂的宽度。然后这是它的肩关节，你把这一块是这个图里面这张图里面最难的部分，因为它的透视比较多，比较厉害，我们把这一块给它弄清楚就好办了啊。这个是它的腕关节，对吧？腕关节比下巴略低一点，然后就是手啦，手掌是差不多一个脸，你看它这边到了眉毛了啊，差不多是一个脸的长，2/3个脸的长度吧，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好，然后头发，它的这个发际线比较的，因为它是抬头啊，抬头的话，它的发际线到颅顶的高度会被极大的压缩啊，所以呢，但是如果我们画漫画的话啊，如果是漫画的话，这样画出来会不好看，我们可以把它的头顶的这个头发打蓬松一点，让它拱得高一点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造型上给它做的夸张一点就好了。然后这边的头发，这边头发从这个手拱起来一点，对吧？然后肩膀是第二个拱，好，再到膝盖后面是第三个鼓起来的地方。这边呢是一个大的弧度，这个肩膀可以往外送一点啊。好，然后到了身体这里，好，我们把这个胳膊给它搞定，这个胳膊可以往外送一点点，画出它的这个长度，它是一个反手
你看我们大腿的内侧啊，我们画大腿内侧的时候都可以给它往里弯，反手摸脚踝啊，这个动作。好，这里呢是有一个身体的厚度，这是它的腰线，然后这是它的牛仔裤，这头发，然后这个是也是个背心啊，也是一个背心，这是锁骨，胸锁乳突肌，锁骨，头发，这是个蝴蝶结。这种蝴蝶结这种东西可画可不画。裤子的褶皱。好，这样图的那个身体的动作大概就是这样的啊。那现在我把它这个构图有点太拘谨了，我把它稍微拉小一点，然后呢，把它补齐啊，看看能不能补齐。首先是这个脚，脚踝往前伸啊，这个袜子，这个脚应该是会往前伸的啊。好，这边它的小腿，我们只要把膝盖这个鼓起来的这个形状给它画对，然后小腿这里稍微细一点，这条给它画上就行。基本上是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它透视的原因，这个脚尖啊会往前面比较多啊，所以你可以不用把它画满，然后呢，这个构图稍微再给它贴近一点底部就好。好，有了这个啊，有了这个草稿，我们把它迅速的这个脸的话我也再画一个吧。那还是啊，用靶子迅速画个脸。这个脸它是一个抬头啊，抬头的角度。那么抬头怎么画呢？一样的啊，先还是用常规的方法画出脸型。好，因为是抬头啊，所以你看它的耳朵。我另外一张。所以它的耳朵的位置已经偏下了，你看耳朵的位置已经跟口裂线差不多了啊，耳朵的位置要靠下很多。然后因为是抬头，所有的五官全都会成一个这种八字形的形态啊，都会下垂一点。如果是低头，所有的五官都会往上飞啊，都会成一个倒八字。如果是抬头呢，五官会偏向一个八字形多一点。然后鼻子也是啊，你就能看到鼻孔了。抬头的话是可以看到鼻孔的。那抬头的时候口裂线啊，也是会往下往两边下垂的。那么眼睛也是啊，会往两边下垂。我们在画眼睛的形状的时候呢，就让它下垂一点。
好，因为这个妹妹是有一个开口啊，那可以把它上面的口泪线画的更加的下垂。好，像这种抬头的角度啊，下巴要往上，因为往前送了嘛，下巴就要往上抬，会变短一点。然后下颌角会跟着耳朵一样啊，往下移，下颌角会往下移，下巴尖会往上移，所以这个抬头的脸啊，它的下半段啊，它的下庭就会变得圆钝一些，就没有那么的尖和长，就会变得短啊，短且宽且圆钝。你看就这样改的啊。好，然后我们把这个脸，把这个脸放过来，那转一下，放到这里。因为它是一个抬头啊，所以它的发际线啊，它的那个颅顶的高度会比较的低一点。我们把颅顶的高度给它留高就好了。好，这样它就合理了。现在我们就来画它的快速的啊，快速画个线稿。我的这个线稿就不属于那种精致线稿了。在画线稿的同时，就是注意一些点、一些地方就好了。好，脸，画出它的抬头的感觉。太粗了。但是你即便是画抬头啊，即便你画的是抬头，你的这个下颌线还是得清晰啊，不要被照片影响，还是要有漫画感。然后它这里一个大的，我们把它设计成一个偏分好了，一个大的波浪。这边也是啊，你如果想要画一个看起来比较合理的这种，高一点的颅顶啊，但是它又不能被这个抬头的透视给它破坏掉，我们就可以把发型做得高一点，但是它的最低点呢，我们仍然可以让它是矮矮的，这样可以提示啊，提示看的人，哎，虽然我这里很高，但它这里低，所以我并没有把颅顶画得很高，只是假高啊，只是一种假高，假高会让画面看起来好看一点，但是逻辑上又没有破坏它。它这个头发，它有很多这种翻转啊，
有的时候你如果画这种线稿，也可以只是画出它的大结构啊，里面你可以做减法，不用画的那么的具体。然后一个好看的头发，我之前说过要有一个美丽的外轮廓。你如果能把外轮廓画的足够漂亮啊，里面的细节你甚至可以全部省略。然后像这些结构线啊什么的，你不是非得要画它，这样里面干干净净的啊，反而比较好看。把这种地方给它交代清楚。画出妹妹的脸。这些眼睛里面的结构，如果你还想画的再细一点，可以自己课后去把它细化了。画出鼻孔。鼻孔的，如果你想让它秀气一点，你可以让鼻孔立起来一点。
脸的话就慢慢再去细化吧，先不花那么多功夫了。手的话，看看他的手掌啊，手掌在这里，然后呢，这有一个另外一面的手掌，大拇指下面的那个肉垫，这是小指，这是他的耻骨，这是他的手的侧面。他这个手基本上只能看到小指和无名指。啊，这里面是头发，可以不用管。然后他的胳膊肘啊，因为抬起来了以后，他的尖尖也是正对着人了，你就从轮廓上面就看不出了啊。这是他的尖尖，这是他那个胳膊肘的那个尖，你从轮廓上面是看不出来了，所以轮廓你就跟着画面的那种大的形状去走。这里也有一点点挤压感。大家要敢于把胳膊的某些地方画的很细，然后某些地方画的很粗啊。像他胳膊肘这里，对吧？它是跟他的上臂有一个很剧烈的挤压，所以这个地方的肉一定会被挤得平一点，这里就宽很多。你看这个地方和他另外一只手，它的宽度完全不一样啊。啊，肩膀，它的这里有一个胸锁乳突肌，然后这边有一个锁骨。你记得锁骨它所走的方向啊，锁骨的走的方向，它一定是末端要去盖住这个，要去盖住这个肩关节的，所以你的锁骨的方向就往肩膀去找就好了啊，这样你就能画对锁骨的方向。这边的肩膀，衣服的衣领是一个 V 领啊，
然后这边画出他的胳膊和膝盖之间的这个支撑的感觉。把这个三角形给它找出来啊，并且把这两个点，这两个点它在一条直线上把它修正一下。小腿，这个地方是它的膝关节，有一个小腿肚，再是它的脚踝，这边是它大腿。这里是牛仔裤的边缘，破洞牛仔裤。好，如果我们是画成这种漫画感的那个图啊，我们可以你看把腰啊、腰臀这种地方给它做一点的夸张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妹妹的腰画的细一点，那往里凹，让它 S 型更明显。并且画出这个衣服的在这里堆积的褶皱的感觉。这个时候从这里面长出一个胯，这里有个牛仔裤的裤头啊，牛仔裤的裤头，然后这有个皮带，有个皮带盼，这是腰头，这下面是它的口袋。我们把衣服的边缘啊，这种褶皱起伏关系给它整明白，画出来就会生动一些。然后这边是牛仔裤的一个毛边，破洞，破洞边边。像这种衣服的这种走的这种车线啊，我们也可以给它示意出来。它这个反向抓，反向抓脚踝，我们给它把这个手指啊，手指和手掌的状态表现出来。我就是随便这么一画啊，我因为这张图你们临时选的啊，我也没有做准备，我根据我自己的感觉啊，先画了几个手指在这边，然后这边画一个大拇指，然后具体这个地方它应该是一个什么逻辑啊，什么那个还可以再去，如果为严谨一点的话啊，课后或者是课
刻下了，我们可以自己照个镜子，做个这样的动作，确认一下，看看这样合不合理。这边画出他的大腿，注意这种大腿的部分，它是肌肉比较多的啊，它又挤在一起，所以画出它的这个膨胀感。这个妹妹的袜子穿的挺低的，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把她的袜子按照刚刚那张图那个袜套的感觉啊，给它画高一点，这边也可以。把这个袜口画高一点，这样有那种居家的感觉，是吧？画到这边来就可以，有一种穿着家居袜在家里很慵懒的坐着的感觉。裸口啊，画这种东西，笔触尽量的松散一点。这边画它的着底板，大家画脚啊，画脚这种东西啊，画脚画鞋子，不要吝啬啊，不要吝啬画出它的大，这样它的重心才稳啊！一定不要害怕你把脚画的太大，或者是鞋画的太大。一个太小的过小的脚啊，反而会给人一种重心不稳的感觉。那足弓和足背，它都有一个自然的这种生理弯曲。其实这个妹妹的她的这个上衣是不是也可以和她的袜子呼应一下？我们给她画成这种螺纹的背心，对吧？那画螺纹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这种转折的地方啊，用这种转折的线条画出它的这个体积关系。好，接下来就是头发了。这个头发我个人的处理啊，我会把下面处理的更饱满一点，让它不要头重脚轻。因为我们已经把它的腰啊画细很多了，腰虽然画细了，但是这个点还是得给它保留它原来的这个比例啊，这边还是要拉出来一点。这个裤子边和肩膀的关系还是要保持是对的啊，否则就头重脚轻了。而且它这个腰是一个弯的状态，是一个拱起来，它有点驼背嘛，是一个拱起来的状态，这个状态不要给它改变。
头发。我们画成那种长发公主的 feel 怎么样？长发公主的感觉，绕在地上，摊在地上，这样就很梦幻啊，有一种梦幻的感觉。那先给它画一个美丽一点的轮廓，然后再把它修的形状修出来。好，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调整啊，你看把这种闭塞啊，对吧？这种头发的容易误会的地方啊，头发和肩膀啊，和身体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就大家自己慢慢去画了，好吧？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画这个头发的外轮廓的思路已经很早的就教给大家了，我就不那个啥了，就不花那么多时间了啊，把这个意思，意思就这么个意思啊，大家自己再去给它画完，包括这边啊，这边怎么打洞，怎么飘小发丝出去，对吧？大家自己再去设计一下。OK 吧？那么这张也到这里了啊。我这是一个完成度不那么高的线稿，如果你们想让线稿的完成度再高一点，就是像我第一节课给大家讲的那种啊，有把线条给它装饰一下。现在这个线条是一个比较朴素的，没有太多装饰的线条，只是把形给它画好了，包括这个头发的这种轮廓啊，对吧？包括这个五官啊，五官也没有装饰。你比如说五官怎么画好看，要不要画高光啊？这种毛怎么去画呀？这种质感怎么去表现？嘴巴怎么去画？啊，这个都是之前学过的内容，就不反复讲了。啊，大家如果其实如果想让这个妹妹显得再身材再好、再修长一点，我个人其实可能会把她的这个地方，我会把她的膝盖的位置再拉高一点啊。
我把它膝盖位置拉高一点，让它的腿显得再长一点。因为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啊，有一些东西啊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一些调整。像这个地方啊，斜方肌的感觉不要给它弄丢了。所以它的肩膀其实是这样斜着过来的啊，只不过因为它这里有很多头发挡住了，所以这个要在画的时候注意，最好不要产生太大的歧义。这个斜方肌我还是决定给它露出来。如果我课后把这张画完了，我再丢给你们去参考啊。那么今天就这样了。这个脸可能略略有一丢丢大，可以把它稍微搞小那么一点点，脸再小一点点。感觉不小也行了。就这样吧，不改了，就这样。好了，大家，那我们最后一个比较有知识点的这些地方就给大家讲完了，剩下的那就是我们倒数第2节课上完了啊，最后一次课就是下周一。下周一我们最后再回一次课，给大家把你们在画画的过程中遇到的还有一些问题啊，一些思考啊，一些困惑，给大家解答一下啊，顺便再可以给你们看一看我的整个画画的一个心路历程，我也可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画画的这个心路历程。今天就到这里了。你们想要那种浪漫的氛围感，这种发丝可以多来一点，这个氛围感一下就出来了啊。好啦，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喽。还是非常的佩服能够一直跟课跟到这一节的孩子们啊。有没有就是落的课程在2节课以内的？有没有全勤的？有没有全勤的孩子？全勤的孩子敲个1，我看一下。然后落了2节课的以内的也可以再敲个2啊。好安静。OK， 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能够全勤，或者是能够不管是什么吧，不管是跟课啊，不管是课上跟课还是课后，把这个课程全部都在学完，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把这个课学完的同学，应该是会，希望你们还是有所收获的啊。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喽。